子就弱，竟为了我熬夜做验尸工具。这是你亲手做的？王爷都肯带着我查案子了，可我哥也不知怎么想的，偏偏和王爷不对付，还非要拉着王爷去巫医大叔家抓鬼。这鬼算是抓到了，可在院墙里却发现了一具不男不女的尸体。巫医大叔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死者身上有多处锐器伤，伤口细窄，致命的那处伤是从左胸第五根肋骨处斜向上刺入的，直到贯穿心脏后，从左上背部刺出。凶器大概是个尖头、锐利、圆柱状的硬物，就像这个。对，就像啊不是就像，是这个就是凶器。这是凶器？嗯。凶器和被凶器杀死的人都藏在一块儿，那这藏尸体的人是要干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如果这铁棍子是凶器，那把刀是干什么的？不过这个人伤的位置可太奇怪了。怎么说？死者的伤口大多分布在前臂、腹部、大腿上侧，位置最高的那处致命伤也是由下往上刺的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死者是个习武之人，如果要这样杀死他的话，那凶手也一定是个练家子。等会儿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习武之人？冷姑娘跟我说过，习武之人都要学会善败，就是知道自己非要受伤不可的时候，能掌握自己受伤的程度。这个人身上不致命的伤，大多都是又长又浅的，这是死者在凶器刺破肌肤时就依势而退造成的，以避免凶器刺入过深，伤势过重。这话倒是不错，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呀。凶手是一个能杀死习武之人的练家子，那他就应该直接攻击人的要害处，比如说头部、喉咙。可是凶手并没有这样做。丫头，你是想说这个吧？是，不过好像不是凶手不想，是他不能。王爷，来吧。除了那道致命伤，死者身上其他伤处都比较浅，最深的也不超过5分深，可那铁棍子起码有2尺长，说明凶手和死者在搏斗的过程中迟迟没能近身，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起码2尺的距离。死者右前臂内侧有一道伤，是被凶手自左而右向上刺伤的。挥刀，看我左侧颈。
死者右侧大腿有一道伤，是凶手自上而下划伤的。死者腹部有道伤，是被凶手自左而右割伤的。最后那道致命伤，是从下向上刺穿的。哎，你干啥？不许占我妹妹便宜！快起来！急什么？我没管你妹妹占我弟弟便宜呢。去。大哥，是我冒犯了。哥，我们这是在试着推断死者是怎么被杀，凶手是怎么杀人的。我扮死者，他扮凶手。在刚才推断的过程中，总觉得有说不出的奇怪，就是因为死者受伤的位置好像都是在同一高度、同一位置，而且根据死者的身长来推测，凶手出手的位置低得好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，可是孩子又没那么大的力气啊。如果凶手是跪着或者躺着杀人的，那就说得通了。通什么通啊？我看是狗屁不通。这又不是江湖人比武，凶手直接起来给活龙一下子不就行了吗？非要来那么多下，分明就是他要占你的便宜。啊？这个我也没想明白。他并非是不想起来，他只是根本起不来。起不来？你是说是巫医大叔吗？巫医大叔腿上有伤，他是站不起来的。你怀疑凶手是巫医大叔？不会吧？他为什么要杀人啊？你没看刚才他俩比划吗？是这宦官先要杀他，他是为了自保才反抗杀了宦官，这事根本就不赖他。对，巫医大叔不是故意的，他要是不杀这个死者，那死的可能就是他了。就是啊，可他要是迫不得已才杀的人，为何不去报官？如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他把尸体埋到土里就是了，费这么多心思把这尸体保存这么好，还把凶器和尸体一起砌在那墙里，这是为何呢？他这样的举动应该是想留存这些证据。留证据干什么？证明他把人杀了。楚楚，你方才说这宅子是在你小时候的某一天之后，突然就有了夜来鬼哭，传出了闹鬼的事情，你可还记得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闹鬼的？记不清了。我记得，这院墙是我和我爹帮武艺大叔砌的。这院墙刚砌好就开始闹鬼，我爹心里还挺过意不去的。他应该是出于某些原因，想要留存住这些证据，又想防止别的宦官寻迹上门，才将这尸体和这凶器一并封存于这墙体之中。同时利用此地夜间多风的特点，有意做出了这一座所谓的鬼宅来。无疑本就是与鬼神之事打交道的人，他的住宅闹鬼，在那些寻常百姓看来也是合乎情理的，百姓只会害怕，却并不会起疑。可巫医大叔从没说过他有仇家呀，我们也没见过有人来上门找过他麻烦呀。那要不要报官？我就是官。此事涉及宦官，便与长安朝廷有关。你们三个人听好，今晚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未经我的允许，只字不得外泄。尤其是你。不早了，走，把这些证据收拾一下，先带回去再说。爹，哎呀，楚楚，这大半夜的你们去哪儿了？我打个酒的功夫回来，全都不见人影了。我正想去找你们呢。是我不胜酒力，想要出去透口气，便让他们陪我出去散了会儿步。劳您担心一场，是我思虑不周啊。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哎，楚河呢？还有那位将军呢？哦，我哥带萧将军去后面转着玩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他们没进山吧？这几天接连下雨，可不能到山里去啊。没有没有，爹你放心吧，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个屋里面桌子收拾好了没？哦，
还没呢。那咱们快去收拾吧，收拾完该睡了。哎，那您早点休息。王爷，跟我来。是。快，这边。把它放那里面吧。这棺材放了好些年了，没人要了。你好好看管。是。楚河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和萧将军去哪儿了？哦，爹，你还记得那年夏天，你帮巫医修院墙的事儿吗？记得，当时他说院墙年数太久，怕雨季里泡多了水会塌。后来按他说的尺寸，帮他把墙加高加厚那回，怎么想起问这个了？爹，那巫医杀了个人，就藏在院墙里。啥？嘘嘘嘘！就是那个长安来的管刑狱的大官查出来的。我先前以为他没什么本事，就拿闹鬼的宅子这事儿想杀他的锐气，没想到他把闹鬼的事查清楚了，问题就出在这墙里面。哎呦，这个大官还说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，谁要是说出去就责罚谁。那你怎么还敢跟我说？亏你也是在衙门里当差的人，还犯这种糊涂？这不是还没弄清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他万一把咱糊弄了，这事让郑县令知道了，郑县令再责罚到我们头上，那怎么办啊？咱是关内县县衙的仵作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你可别胡来。等明天我到县衙里探探口风，看这大官到底是咋回事再说。不管这官是不是从长安来的，不管他是不是管刑狱的，但是他是有真本事的，感觉他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很透，不能让他在家里久留。他怀疑楚楚了？不太清楚，但是丫头跟我说这大官要亲自去查他身世的这件事情，这事儿要让他查出来，楚楚就完了，这辈子就毁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带丫头走。胡闹！你把她带哪儿去？你这会儿带她走，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楚丫头有问题？你敢胡来，我把你腿打折了！干活去，快去！王爷，萧将军，我家跟长安的人家可没法比。不过，这些床上的东西都是新换的，桌椅板凳也全都擦过，你们放心，全都是干净的。大哥，我与楚楚说几句话。那我出去看看。
王爷，你哥哥可真好，你哥哥什么都听你的，你做什么他都觉得是对的。他不是听我的，他只是自小让着我，让习惯了。我哥也什么都让着我，可他就觉得我说什么都是胡说，做什么都是胡闹。你不是还有那位巫医大叔鼓励你吗？王爷怎么又提到巫医大叔？难道王爷又要问坠子的事情吗？楚楚，今晚的发现关系重大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对我说实话吗？王爷，你是想问巫医大叔的事吧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巫医大叔真的是好人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那块石头坠子，是我父亲亲手做的。这坠子是我父亲与我母亲的定情信，这是我母亲那块，与你手中那块是一对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这坠子时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关于我父亲的消息，这是我找到他唯一的线索。楚楚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坠子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原来王爷从头到尾在意的都是这个坠子。王爷，根本就没有第二次考试，对吗？你从没想过要录用我，把我留在你身边，就是为了调查坠子的事，对吗？从没觉得我是最好的仵作，所有的称赞和肯定也都是为了这个坠子，对吗？楚楚，那你直接把我抓起来审问，用不着用这样的方法来哄我。不是，怎么了，锦瑜？算算日子，那宦官出现的时间是剑南节度使谋反后的3、4年。当年的事一定没有这么简单。父亲不返京，不与长安联络，也不与朝廷在西南的驻军联络，一定与此有关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是说，楚姑娘怎么回事？一宿没睡啊？在忙什么呢？在找楚楚生母的墓呢。你在这儿找墓？我和王爷都觉得楚家经常祭拜的墓里会有楚楚生母的墓，可但凡楚家验过的、入殓过的，楚家都会去祭拜。我这一宿啊，就交代在这儿了。那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。那你先吃点东西吧，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，早晨得吃点东西才行。这什么呀？专门给我带的？你没病吧？吃不吃？不吃我拿走了。吃。吴安说了，不让你边看案卷边吃东西。嘿，你还来劲了是吧？行，我去找王爷治。怎么回事？不等。拜见公主。你干什么来了？哦，公主，陛下记得今日乃是驸马爷的忌日，特叮嘱老奴前来拜祭。哎，小马子，还不把祭品摆上？是。我看谁敢上前半步！公主，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您还在怨恨老奴没有把驸马爷带回来吗？
怨恨。秦公公，你可高抬你自己了，你也配让本公主怨恨？公主大人大量啊！当年若非老奴办事不力，如今安郡王也不必辛苦这一趟啊。西南匪患频生，安郡王轻车简从前去，老奴这心里边可一直惦记着呢。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敢动我儿一根头发，我定让你不得好死！哎呀，您看，公主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老奴久居宫中，终日伺候在圣上身边呀。您说，我怎么能碰到安郡王的头发呀？废话！怎么，安郡王离京1个多月了，还没有给您报个平安吗？秦公公。哦，公主。薛大人。怎么，秦公公也是来祭拜驸马的？哦，老奴带圣上来祭拜驸马。可是公主似乎并不领圣上这份情。这事就怪了。薛某也是奉圣上之命，带圣上来祭拜驸马。圣上还特地赏赐了当季4果，让薛某送来祭于驸马墓前。圣上既差遣了秦公公来，为何又给薛某派了同样的差事？这个，想来是圣上忘了吧？既然公主不愿意领受，老奴只好回宫如实复命了。告辞，走，回宫。秦公公慢走。薛大人啊，贺喜薛大人官升兵部尚书啊！薛大人以后再进江山殿，就不用隔着屏风回话了。恭喜恭喜！走。快，公主，这是圣上让我带来的。多谢圣上挂记。薛先生，官封兵部尚书，我还未来得及向先生道贺。公主莫取笑在下了，在下才薄德寡，担此重任，可谓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啊，不胜惶恐之至啊。荆哥老早就说过，先生乃栋梁之才，虽淡然无争，但胸中自有丘壑，锋芒败相亦指日可待。公主抬爱，在下愧不敢当。师傅您回来了。他奶奶个腿儿！您这是？王八蛋！王八蛋！你给死人吃的东西还拿进来干什么呀？还不给我扔出去喂狗！喂狗！这帮玩意儿！走，快走！出去！师傅，是不是那寡妇又不识抬举了？您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哼！这个薛汝成啊，让着景致和萧家母子给他撑腰，刚顶上个兵部尚书衔，就忘了自己姓什么，是个什么东西他啊！一个跪着爬进朝堂的穷酸书生，竟敢在我面前撒野呀！啊！奇耻大辱啊！师傅，您别生气，您就是给那王八蛋10个8个兵部，他不就是一臭文弱书生吗？他要是碍了您的眼，您发句话，我找人安排好了，天明之前就让兔崽子消失。让这个消失，那个消失的，我问你，这都多少日子了？许如归到现在连个屁都没有。
萧锦瑜颈上的人头呢？那女仵作呢？啊！师傅容禀，许如归在前周伏杀萧锦瑜的时候，正好赶上萧锦离带着一队驻前守军冲到了现场，许如归伏杀不成，人手还折了一半。许如归真不会办事儿。师傅息怒。许如归他制定了新的伏杀之计，保证是一击必中啊！等好消息传到京城，我头一个向您禀报。你别说啊，这种感觉怪怪的。你说这木头本身没什么吓人的，怎么做成棺材之后就这么瘆得慌呢？这胳膊腿长在人身上，你看着不瘆得慌，卸下来给你看，不也一样瘆得慌？咦，守着这么多棺材说这种话，还好只有棺材没有棺材瓤。谁说没有棺材瓤？这不是吗？你别想吓唬我，造棺材的时候不会把尸体放里面试一试的。据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，这破棺材一定是被当成了放杂物的箱子。不信你看看。哎呀，什么宝贝包这么严实？别动！嚎什么嚎啊？又不是没见过尸体。不是，这楚家人什么毛病啊？把尸体放在这干嘛？棺材里不放尸体放什么？让乱摸！这不是楚家人放的，是我放的。你放的？这是重要物证，晚些时候你想办法带回县衙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摸清楚楚来历了。什么？这是我昨天在县衙卷房里面找到的一桩大户人家里的自杀案，死者是关岭县一个许姓人家家主，已经出嫁的妹妹。他这妹妹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来关岭县投靠他，兄妹2个人呢发生口角，然后他就自杀了。这与楚楚有何关？你看看日子，正月初9。据卷宗上说，收许氏尸体的就是这个楚平，他当天晚上就把许氏安葬了。所以说，楚平在楚楚生日那天，替一户人家收了具尸体。对，依我看啊，楚楚就是这个楚平安葬许氏的时候捡来的弃婴。弃婴？王爷，弃婴在西南这一带不是什么稀罕事。西南这一带土地贫瘠，天灾又频繁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一般人家就会把家里最小的孩子给扔出去，尤其是女婴。最常见的就是扔到坟地里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要是能遇上来上坟的好心人，兴许还会带回家抚养。要是遇不上，坟地里最不缺的就是尸体了。这许氏自杀时已身怀有孕。对啊，就是不知道这兄妹俩得吵成什么样，才会让一个孕妇不管不顾撞墙自尽，一尸2命啊！这案卷记录怎么如此粗糙？许氏贵名是什么？夫家是谁？当日他与他兄长许增芳为何争吵？怎么都没有记录，就这样归档？昨天晚上我听郑有德说过，卷房以前发生过一场大火，旧案卷全部被烧光了，这些都是后补出来的。楚家祭拜的人里面有这个许氏吗？有，只要是楚家入殓过的、检验过的，楚家都会去祭拜，许氏就是其中之一。你该不会是想……你们2人先回县衙吧。哦。这孩子，打扰片刻，有件事想请教一二。大人无礼请。
楚先生，这案卷是我着人从关岭县县衙调来的。据此案卷中说，楚先生是为此案死者料理遗体之人，你看看，可还有印象？如何？哦，记得。此案卷语言不详，还请楚先生仔细回忆一下当日之事。据案卷中说，死者许氏撞墙自尽时已怀有身孕，楚先生借为他收尸入殓，想必应该有几分清楚，他当时已经怀了几个月的身孕。记得他有8个多月，差不多9个月的身孕了。也就是说，快足月了。是。问这干什么？这人死了都这么多年了。楚河，许氏确实已经死了多年，那她腹中的胎儿呢？实不相瞒，我自长安第一次见到楚楚时，便十分欣赏他的技艺，有幸将他收于门下，便着人对他做了些了解。我那时便想不通，他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世，才会让养育他的人家宁可让他被私生野种这样的流言诽谤，都不肯用真相来替他辩白。直到今日，我看到这份案卷，才明白这户人家的用心良苦。楚楚不是什么野种，也不是什么从乱坟岗捡来的弃婴，他是你当日为许氏收尸时，从他尸骸中救出的孩子，也就是民间所谓的棺材子。楚楚，你别听他的，他都是胡编乱造的，都是假的。楚楚，跟爹出去。行了，瞒着不让人知道是一回事，扯谎骗人是另一码事。楚丫头，你也长大了，有些事情爷爷应该告诉你了。大人，楚丫头的确不是我儿的亲生女儿，但她是我儿亲手救回来的。既然孩子已经救回来了，她就是我楚家的孙女儿。爹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还是我说吧。大人，爹，正月初9那晚，县衙突然来人，让我去许家收尸。衙役说，县令大人都问清了，不用我再验尸。许老爷的妹妹是自己撞墙死的。这年还没过完，许家嫌晦气，给钱让我把人拖走埋了。我看许氏前额确实有明显的撞伤，便也没多想。这许家凉薄，一卷草席就这么把人打发。我看他可怜，便打算找副棺材，好好安葬他。谁知道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有个孩子？爹，你看，爹，他死了还没多久，怀孕也差不多足月了。我感觉这孩子，我觉得这孩子可能还有救，就想试试。没成想，还真救活了，是个女娃娃。这孩子还真是命大，一准有好福气。这是谁家的娘子啊？是许宗芳许老爷的妹妹。听说是因为夫家遭灾，全都死了，来投奔许老爷。许老爷和许夫人好像都不待见他，许家管家就给了我20几个钱，让我赶紧把人拖走，随便找个地方把他给埋了。
我给许家送个信，让人把孩子接回去吧。送什么信儿啊？接什么接啊？一个死人在我们仵作家的棺材房里生的孩子，谁敢接呀？啊？对，爹说的是。爹，今日正月初9是天公生，这孩子这样都能活下来，兴许就是有老天爷在保佑呢。要不就先在咱家里留一留，待过了上元节，出了年下，我再慢慢跟许家说说。不管怎么说，也有许家一半的血脉嘛。再说许家家大业大，也不缺这点口粮，总有这孩子一条活路。哎，也是个可怜的人呐。行吧。等安葬好了许氏，过完了上元节，我再去许家的时候，才知道他们举家避祸去了。我也怕许家的祸事牵连到这孩子头上，虽不知许氏惹了什么事，可连许老爷那样的人家都招架不住要躲出去，更何况这么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呢？所以我就没敢把这事儿说出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所以我就把她收养成自家的女儿。这些年外面说啥的都有，说楚丫头是我跟人鬼混私生的，又说楚丫头是我在乱坟岗上捡的。但是就像大人您说的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比让人知道她是从死人肚子里生出来的棺材子强啊。大人，这许氏已经死了，这世上就没有这个人了。楚丫头是许氏死了之后才出生的，这事跟她没有关系啊。大人，老先生，不可！你要治我们楚家瞒报的罪，我们楚家都认。但许氏和许家干了些什么，与楚丫头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千万不要怪罪到楚丫头的头上啊！坠子，是我的那个坠子，不是楚家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怪他们，你让我生事，要治楚家的罪，不就想知道石头坠子的事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，全部都冲着我来。但是我求求你，不要治楚家的罪，我求求你。这就是你说的相信我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是这么相信我的。吹不散，剪不断，没遇见是对你的想念。月光寒，天色晚，尘世间冷暖，唯有你身边拥抱让我眷恋。闭上眼，又相见，在耳边拂过你的发线。